为什么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你以为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吗？错，或许在你的认知里，1秒钟就是全宇宙统一的1秒钟，昨天到今天与今天到明天毫无区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你，时间不是均匀流动的长河，它可以快，可以慢，可以被拉伸，可以被压缩，甚至有科学家说，时空是一块巧克力。时间从来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我们先回到400年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传说伽利略曾在这里同时释放2个质量不同的铁球，想证明它们会同时落地。那个实验至今仍是科学史上最经典的场景之一。2颗铁球划破空气，携带着同样的加速度坠向地面，粉碎了亚里士多德统治1000年的物理学信条。但很少有人知道，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思考的其实不仅仅是自由落体运动，他还在思考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站在一艘匀速行驶的船上，向上抛出一颗石子，石子会落在哪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船上的石子应该比静止在岸上时落得更远，因为船在运动。但伽利略的实验却告诉他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无论船是静止还是匀速行驶，石子都会准确地落回抛球者的手中。这就是著名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它告诉我们，在匀速直线运动的参照系中，物理定律是完全相同的。你在匀速行驶的高铁上做物理实验，与在静止的地面上做实验，得到的规律完全一致。你无法通过任何力学实验判断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这个发现让牛顿看到了更深的真相。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提出了他的绝对时空观。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宇宙的永恒舞台，它们独立于任何物质和观察者而存在。时间像一条无形的河流，均匀的、不变地流淌着，它不因任何外力而改变，不因任何观察者而偏移。1秒钟就是1秒钟，无论你是在北京、纽约，还是在火星上，无论你是在走路、跑步，还是在坐飞机，1秒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完全相同的长度。这种观点统治了物理学将近300年，它简单、优美，符合直觉，以至于当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整个物理学界都感到难以置信。爱因斯坦的追光之梦故事要从1895年的一个夏夜说起。16岁的爱因斯坦读到了一本关于光学的书，书中描述了一个让他着迷的思想实验：如果一个人能够追上光速，会看到什么？按照当时的物理学，光是一种电磁波，它在空间中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传播。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光速飞行，他追上光波，那么对他来说，光应该是静止的，像一张凝固的快照悬浮在空间中。但这怎么可能呢？光怎么可能停下来？电磁波怎么可能静止？如果光停下来，它还算什么波？这个问题困扰了爱因斯坦整整10年。在这10年里，他系统地研读了物理学大师的著作，深入思考了电磁学的每一个细节，
反复推敲伽利略和牛顿的时空观。他隐隐感觉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光本身，而在于我们对时间、对空间的理解。1905年，25岁的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担任技术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物理学。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4篇划时代的论文，其中一篇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理解。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后来被称为狭义相对论。时间不再是均匀的河流。狭义相对论的核心其实只有2个简单到近乎荒谬的假设。第一，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参照系中都是相同的。第二，光速在所有参照系中都是恒定的，每秒约30万公里。就是这2个假设彻底颠覆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让我们试想一下，想象你站在地面上，你的同学坐在一艘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上，飞船以接近光速的惊人速度掠过地球。当你用手电筒向太空发射一束光时，你测量到的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而你的同学在飞船上测量同一束光的速度，结果竟然也是每秒30万公里。这怎么可能？按照牛顿力学的直觉，如果飞船本身就在以很高的速度运动，那么飞船上测得的光速应该等于光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减去飞船的速度。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观察者以什么速度运动，测得的光速始终是常数。这个结论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惊天的数学后果。由于光速不可超越，而且对所有观察者都保持恒定，那么当一个物体运动得越来越快时，它所经历的时间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想象一下，你和你的双胞胎兄弟留在地球上，而我乘坐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去遥远的星系旅行。10年后，我回到地球，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按照牛顿的绝对时间观，我们都应该老了10岁。但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实际情况会完全不同。当飞船以接近光速飞行时，飞船上的时间会显著变慢，这种效应被称为时间膨胀。对我而言，我可能只经历了短短几年，但对你而言，我已经离开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当你看到我回到地球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我比你年轻得多。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它是真实的物理效应。1971年，物理学家利用原子钟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实验。他们将2台极其精确的原子钟分别放在2架商业航班上，让它们环绕地球飞行，然后与地面的原子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飞机上飞行的那台原子钟确实比地面上的时钟走得慢了一些，虽然差异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秒，但它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完全吻合。这个效应并不是科幻，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物理过程。GPS 卫星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在2万公里高空绕地球旋转的卫星，以每小时约14000公里的速度运行。根据狭义相对论，卫星上的原子钟每天要比地面上的时钟快约7微秒。但别忘了，还有广义相对论的效应。由于卫星离地球更远，受到的引力更弱，那里的时间反而会走得更快。
每天快约45微秒。两个效应相减， GPS 系统每天需要校准约38微秒，才能确保全球定位的精确度。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的手机导航会在1天之内偏离真实位置数公里。时间膨胀效应告诉我们，时间不是宇宙通用的标准时钟。运动的物体时间会变慢，速度越快，时间越慢。当速度无限接近光速时，时间会无限膨胀，几乎停滞。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时间的快与慢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你如何运动，取决于你相对于谁在测量。时间不再是牛顿想象中那条均匀、绝对不变的河流，它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有些地方流速湍急，有些地方却近乎凝滞。广义相对论，引力如何弯曲时间，但狭义相对论只是开始。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将引力的本质重新定义为时空的弯曲。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质量和能量会弯曲周围的时空，而物体沿着弯曲时空中的最短路径运动。这种弯曲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引力。想象一下，你有一张巨大的弹性薄膜，上面放着一个保龄球，保龄球的重量会让薄膜凹陷下去，形成一个凹坑。如果你在薄膜上滚动一颗小玻璃珠，它会沿着这个凹坑的曲线运动，看起来就像是被保龄球吸引过去了。这就是引力的本质，不是某种超距作用的力，而是时空弯曲造成的几何效应。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比喻扩展到时间。既然质量能够弯曲空间，它同样也能弯曲时间。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越强的地方，时间过得越慢。地球表面的引力比高山顶上的引力更强，所以在地球表面，时间过得比山顶上稍慢一些。这种差异极其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确实存在。黑洞是这一效应的极端例子。黑洞的质量极其巨大，产生的引力强到连光都无法逃脱。在黑洞的表面被称为事件世界，时间几乎完全停滞。如果你能够冒险接近黑洞的事件世界，然后返回地球，你会发现地球上已经过去了无穷长的时间。对你而言，可能只是几年或几十年，但对地球来说，可能已经过去了1万年。时间在这里几乎凝固了。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引力和时空的理解。它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分离的、绝对的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4维的时空结构。质量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1秒有多长？答案可能让你失望。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绝对的、普世的答案。1秒钟有多长，取决于你在哪里，取决于你在以什么速度运动，取决于你受到多强的引力。时间不是宇宙的通用时钟，而是可以被拉伸、被压缩、被弯曲的弹性结构。这听起来令人不安，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时间不是绝对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拥有了穿越未来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想前往遥远的未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乘坐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飞行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地球。由于飞船上的时间膨胀效应，地球上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多的时间。你成功地穿越到了未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时间旅行不再是纯粹的幻想。当然，目前的技术还无法让我们实现这样的时间旅行，但在理论上它已经是可能的。不过，相对论只是揭开了时间神秘面纱的一角。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看到，时间的问题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更加诡异，也更加令人困惑。让我们继续前行。为什么你只能记住过去，却看不到未来？熵增定律与时间之剑，从厨房到宇宙的铁律。让我们先从你最熟悉的场景开始。想象你在厨房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杯，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晶莹剔透的杯身变成了锋利的碎片。现在请试着做一件事，闭上眼睛，想象这些碎片自动飞起来，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玻璃杯。水流回杯中，杯壁自动愈合，杯子重新回到你手中，完好无损的样子。你能想象吗？也许在科幻电影里，你见过类似的场景，但在现实中，你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玻璃碎片会永远保持碎裂的状态，它们只会变得更碎、更乱、更分散，而绝不会自动复原。这不仅仅是你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宇宙的铁律。让我们再看几个例子。把一滴墨水滴入清水中，墨水会逐渐扩散，最终均匀地分布在整杯水中。但你见过这杯水中的墨水自动聚集成一滴，重新回到滴管中的情景吗？从未见过。把一块糖放在桌面上，它会慢慢溶解，消失在水里，但糖会从水中跑出来，自动跳回你的手里吗？从未见过。甚至你自己的身体也在遵循同样的规律，你每天都在变老，而不是变年轻。你的细胞在不断衰老和死亡，而不是返老还童。你的身体从有序走向无序，从年轻走向衰老，从生走向死。这一切背后藏着一个让物理学家都感到不安的宇宙法则——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宇宙的无情裁判。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概念——熵。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无序度或混乱度。在热力学中，熵是一个描述系统混乱程度的物理量。有序的状态对应低熵，无序的状态对应高熵。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内容是，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熵永远不会减少，只能保持不变或增加。换句话说，宇宙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从低熵走向高熵。这个定律看似简单，却有着深远的、令人震惊的含义。让我们回到打碎玻璃杯的例子。一个完整的玻璃杯，它的原子排列是高度有序的，规则的六边形结构，精确的分子键，完美的几何形状。这种有序的状态对应着低熵。但当玻璃杯被打碎时，碎片散落一地，原子结构被破坏，碎片的位置和方向各不相同。这是一个极其无序的状态，对应着高熵。从完整的杯子到碎片，是从低熵到高熵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自发发生，
你只需要松手就行了。但反过来，从碎片到完整的杯子，是从高商到低商的过程，这需要外界做大量的功，需要极其精确的控制，需要无数偶然的完美配合，它的发生概率接近于零。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看不到玻璃杯自动复原，这就是熵增定律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宇宙中存在一个时间之箭，一个明确的时间方向。时间之箭，为什么时间只能向前流动？现在让我们把熵增定律与时间联系起来。你注意到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时间总是从过去流向未来。我们记得昨天发生的事，但不记得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回忆过去，但不能预知未来。我们可以拍摄过去的照片，但无法拍摄未来的照片。这种时间的方向性在物理学中被称为时间之箭。为什么时间只能向前流动？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时间的倒流？熵增定律给出了一个深刻而令人不安的答案。时间之箭的方向恰恰与熵增的方向一致，熵在增加的方向就是时间流逝的方向。让我们用一个思想实验来理解这个观点。假设你正在观看一段倒放的视频，在倒放的视频中，破碎的玻璃杯会自动拼凑完整，散落的碎片会飞回原位，墨水会从水中聚集成一滴，糖会从溶液中跳回桌面。这些场景看起来如此荒谬，如此不自然，让我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倒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内化了熵增定律。我们知道，事物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不是相反。这种常识本质上是对熵增方向的直觉认知。如果我们的大脑能够感知熵的减少，我们就会感受到时间在倒流。但问题是，宇宙的基本物理定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量子力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对称的。也就是说，这些定律本身并不区分过去和未来，它们允许事件正向发生，也允许事件反向发生。如果物理定律是时间对称的，那时间之箭从何而来？答案在于宇宙的初始条件——大爆炸。时间的起点，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于一场被称为大爆炸的事件。大爆炸不仅是宇宙的开始，也是时间的起点。在大爆炸之前，讨论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时间本身还不存在。但大爆炸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回答了时间之箭的来源问题。宇宙诞生之初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低熵状态，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在138亿年的演化过程中，宇宙从大爆炸的起点开始，不断膨胀、冷却、演化，形成了星系、恒星、行星，最终出现了生命和人类。如果熵总是在增加，那宇宙在诞生之初一定处于熵极低的状态。这正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早期宇宙是高度均匀的、简单的，能量分布极其平均的状态。随着宇宙的演化，熵不断增加，宇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无序。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宇宙诞生之初恰好处于低熵状态？这是一个让物理学家至今困惑不解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爆炸本身就是熵最低的状态，但这只是一个描述，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解释是，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初始条件，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初始熵很低的宇宙中，所以才能感受到明确的时间之箭。在其他宇宙中，如果初始熵很高，时间之箭可能会指向相反的方向，或者根本不存在。这听起来像是哲学思辨，但物理学家确实在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时间的流向，客观还是幻觉？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时间真的在流逝吗？熵增定律告诉我们，熵在增加的方向是时间流逝的方向，但这是否意味着时间是真实流动的，还是只是我们大脑的感知？这个问题触及了物理学和哲学的核心争议。一些物理学家认为，时间之箭是客观存在的物理事实，熵增赋予了时间明确的方向，让过去和未来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任何孤立系统中，事件只能沿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时间的客观流动。但另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时间的流逝可能只是人类大脑产生的幻觉。这种观点的提出者之一是胡贝尔，一位研究时间感知的神经科学家。他认为我们的大脑并没有直接感知时间流动的能力，我们感知到的是变化，物体的移动、光线的变化、声音的起伏。大脑将这些变化组织起来，创造了时间在流逝的主观体验。换句话说，时间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流动的实体，而是我们的大脑将空间中的变化串联起来，创造出的一种心理建构。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如果你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却感觉不到时间在流动，那流逝的到底是什么？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即使时间的流逝是一种心理幻觉，熵增定律仍然是客观真实的。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让破碎的杯子复原，无法让泼出去的水流回杯中，这些都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理事实。熵增定律赋予了时间明确的方向，无论时间是客观流动还是主观幻觉，过去和未来确实不同，这就是时间的本质，一种区分已发生事件和未发生事件的方式，一种赋予宇宙变化以意义的框架。量子世界的时间之箭，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的相对论几乎没有提到时间的方向性问题。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都是时间对称的理论，它们允许时间正向流动，也允许时间反向流动。但在量子力学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定理，被称为微观物理的时间对称性。它表明，在量子尺度上，基本物理过程是时间对称的。单个粒子的行为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没有明确的时间方向。但当量子系统变得更大、更复杂时，时间之箭就会显现出来。这被称为退相干理论。当量子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强时，量子叠加态会被涂抹掉，系统变得经典化。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时间之箭自然而然地出现。换句话说，时间之箭可能不是宇宙的基本特征，而是从量子世界涌现出来的一种宏观现象。这个想法让人着迷。如果时间之箭是从量子力学中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存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微妙，更加深刻。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时间是涌现现象，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从什么更基本的东西中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时空是一块凝固的巧克力，块宇宙论震撼登场。当下是一种幻觉吗？当你读到这句话的这一刻，你以为是此刻正在发生。这句话之前的内容，你认为是过去已经发生。这句话之后的内容，你认为是未来将要发生。你的直觉告诉你，过去、现在、未来是截然不同的三个区域。过去已经消逝，无法改变；未来尚未到来，充满可能；只有现在才是真实存在的瞬间。这种直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它可能是错的。但在物理学和哲学的交汇处，有一种观点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这种观点认为，你的此刻与远古恐龙的灭绝、未来火星的殖民，竟同等真实地躺在时空的四维结构里。过去、现在、未来同样真实地存在着。时间并没有在流动，我们之所以感到时间在流逝，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在沿着时空结构爬行。这个观点被称为块宇宙论，也叫做永恒主义。四维时空块，过去、现在、未来同等真实。要理解块宇宙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爱因斯坦相对论带来的时空观革命。在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空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舞台，时间是一条均匀流淌的河流，它们为所有事件提供了绝对的、普世的参照框架。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事情远比这复杂。时间和空间不是分离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四维的时空结构。我们不能单独谈论时间或空间，而必须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空，在这个时空中，每一个点都由4个坐标确定，3个空间坐标和1个时间坐标。一个事件不再发生在某个空间的某个时间，而是发生在时空的某个位置。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2维的切片，代表某个特定的时刻。整个宇宙在那一刻的状态，就像是时空中一个无限薄的薄片。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薄片一个接一个地经过我们，创造出时间流逝的错觉。但这是正确的理解吗？块宇宙论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他认为，宇宙不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结构，而是一个静态的、4维的时空块。在这个时空块中，过去、现在、未来都同等真实地存在着。恐龙灭绝的事件就躺在时空块的某个位置，火星殖民的壮举也躺在时空块的某个位置。而你的此刻，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瞬间，同样真实地存在于时空块之中。时间并没有流动，就像空间没有流动一样。你不会说北京正在向纽约流动，
同样，你也不应该说时间在流动。过去、现在、未来，只是时空块中的不同区域，就像北京和纽约是地球表面的不同位置。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时间在流逝呢？快宇宙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意识的产物。我们的意识沿着时空块中的时间轴移动，从较早的事件移动到较晚的事件，但这种移动是心理上的，不是物理上的。时空块本身是静态的、永恒的、不变的。爱因斯坦的私人信件，这个观点并非无稽之谈。爱因斯坦本人在一封著名的信件中，明确表达了对时间的流逝的怀疑。1955年，在好友贝索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贝索的家人写了一封吊唁信，信中有一段话，后来成为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陈述之一。对我这个物理学老家伙来说，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固执的幻觉。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 For us physicis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 only a stubbornly persistent illusion. 这封信写于爱因斯坦去世前1个月，它表达了爱因斯坦晚年对时间本质的深刻思考。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如果过去、现在、未来同等真实，那么此刻正在发生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你的此刻只是时空块中的一个特定位置，它与远古的恐龙灭绝，与未来的星际旅行，在存在性上没有任何区别。这听起来像是不可知论或虚无主义，单块宇宙论其实是一种非常严谨的物理哲学观点，它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有深刻的哲学意涵。永恒主义与现在主义的交锋，在时间哲学中，快宇宙论有一个对应的学派，叫做永恒主义 （Eternalism）。永恒主义认为，所有时间点上的事物都是同等真实存在的。过去存在的事物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的事物在现在存在，未来存在的事物在未来存在。没有哪个时间点比另一个时间点更真实。与永恒主义对立的观点叫做现在主义 （Presentism）。现在主义认为，只有当下是真实存在的，过去已经消逝，不再存在，未来尚未到来，也不存在。只有现在这个瞬间是真实的、实在的。现在主义符合我们的日常直觉，我们都体验过此刻的真实感，都记得过去的事件，都期待未来的到来。但我们很少质疑，过去和未来真的存在于某个地方吗？现在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只有当下是真实的，过去和未来只是概念，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两种观点各有支持者，至今仍在哲学和物理学界激烈争论。支持永恒主义的证据主要来自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证明了 simultaneity 的相对性，不同参照系的观察者对哪个事件发生在同一时刻有完全不同的判断。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普世的、绝对的此刻。如果此刻都不是绝对的，那现在主义的核心假设就受到了动摇。支持现在主义的反驳是，即使 simultaneity 是相对的，我们仍然可以定义一个局部的时间顺序。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地球上的事件仍然有明确的先后顺序。
这个顺序构成了我们的主观时间，它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是真实有意义的。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要深入理解块宇宙论，我们需要回到狭义相对论的核心发现。我们已经知道，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绝对的。对于不同运动状态的观察者，时间流逝的快慢是不同的。但狭义相对论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推论， simultaneity 也不是绝对的。 simultaneity 指的是同时发生的概念。在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如果两个事件在某个参照系中同时发生，它们就在绝对意义上同时发生。但狭义相对论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对同时的判断是不同的。让我们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想象一列匀速行驶的火车，车厢中间有一个闪光灯，当闪光灯闪烁时，光线同时向车厢两端传播。对于火车上的观察者来说，光线同时到达车厢前后两端，因为车厢前后距离闪光灯的距离相同，光速也相同。但对于站台上的观察者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当光线传播时，火车已经在向前移动，所以光线追着车头前进，逆着车尾运动。结果是光线先到达车尾，后到达车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于火车上的观察者，闪光灯同时到达前后两端；对于站台上的观察者，光线到达前后两端并不是同时的。如果同时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那此刻这个概念就不是绝对的。换句话说，此刻正在发生，对于不同的观察者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你来说，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以不同速度运动的另一个观察者来说，可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或者还是未来的事情。这直接挑战了现在主义的核心假设，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此刻。意识的爬行，为什么我们感到时间在流逝？现在，快宇宙论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如果时空块是静态的，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时间在流逝？这是一个关于意识和时间的问题。快宇宙论的支持者需要解释，主观的时间流逝感从何而来。一种解释是，意识是一种沿着时空块中时间轴的便利过程。大脑在某个时刻处于时空块的某个位置，神经活动，在这个位置上产生此刻的体验，然后意识移动到下一个时间位置，产生新的此刻体验。这个移动过程被我们感知为时间流逝。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意识移动到下一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如果时空块是静态的，意识怎么可能移动？一些哲学家提出了不断扩张的现在理论来调和这种矛盾。他们认为，时空块是不断生长的，新的时间层不断添加到时空块上。过去的事件被固定在时空块中不再改变，但未来还没有成为现实，还不是时空块的一部分。只有现在这个瞬间正在被添加到时空块上。这种观点承认了现在的特殊性，同时保留了时空的客观结构，但它仍然面临挑战。如果未来还不存在，那可能性存在于哪里？如果明天的某件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那这种可能性栖身于什么实体之中？
物理学家的私人看法，在物理学界，快宇宙论有着相当多的支持者。除了爱因斯坦之外，许多理论物理学家也倾向于接受这种时空观。他们的理由是，相对论的数学结构自然地导向一个静态的四维的时空图景。如果时空是四维的快结构，那过去、现在、未来就同等真实地存在于这个快结构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物理学家都接受快宇宙论。有些物理学家认为，快宇宙论虽然优雅，但它忽略了时间的动态方面。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更丰富的时空理论，能够同时容纳时空的静态结构和时间的动态流逝。量子力学的一些解释也提出了有趣的视角。在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中，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导致宇宙分裂，产生无数个平行的分支。在每个分支中，测量结果都是确定的，但在所有分支都同等真实地存在着。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下，所有可能的历史都同等真实。如果这是真的，那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分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现在是一个真实的瞬间吗？ Presentism 与永恒主义的哲学对决，你以为的此刻真的存在吗？当你读到这句话时，现在似乎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瞬间。这句话之前的文字被牢牢定在过去，这句话之后的文字被牢牢定在未来。前后两句话的时间被一个无形的边界分开，边界之前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边界之后是尚未发生的未来。这个边界就是此刻。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个边界是真实存在的。你正在经历的每一秒都有一个真实的、确定的此刻。前一刻刚刚消逝，下一刻即将到来。只有此刻是真实的、实在的，属于你的。这种直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很少质疑它的真实性。但在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眼中，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直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现在主义，只有现在是真实的。现在主义是时间哲学中最符合直觉的观点。它的核心主张是，只有当下是真实存在的，过去已经消逝，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未来尚未到来，也还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只有现在这个瞬间是唯一的、真实的、实际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主义是常识的哲学化，它把我们日常对时间的直觉，过去已经消失，未来还不存在，只有现在是真的，用精确的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现在主义有一个直观的吸引力，它与我们的主观经验高度吻合。当你说此刻我正躺在床上，这句话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正在发生的状态。但当你说昨天我躺在床上，这句话描述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事实。昨天已经消逝，不再是任何地方。现在主义在日常生活中很有说服力，但在面对物理学的挑战时，他遇到了困难。永恒主义的反驳。永恒主义的核心主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过去、现在、未来同等真实的存在。永恒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论据来自物理学。我们已经知道，狭义相对论证明了 simultaneity 的相对性。不同参照系的观察者
对同时发生有完全不同的判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此刻是真实存在的瞬间，那此刻就必须是一个对所有观察者都相同的瞬间。但相对论证明，不存在这样的绝对此刻。对于以不同速度运动的观察者，事件的顺序可能不同。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事件 A， 火星上的探测器发射升空。事件 B， 地球上的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事件 C， 月球上的基地收到火星探测器的信号。对于某个观察者来说，这些事件按 A、B、C 的顺序发生，但对于另一个以极高速度运动的观察者来说，这些事件的顺序可能完全不同，比如 BAC， 甚至 CAB。如果事件的顺序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那哪个事件是此刻正在发生？永恒主义者认为，这证明了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此刻。既然此刻不是绝对的，现在主义的核心假设就站不住脚。这个问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注脚。1955年，贝索去世了。爱因斯坦在给贝索家人的信中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话：对我这个物理学老家伙来说，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固执的幻觉。但贝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爱因斯坦不同。贝索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无法接受时间是幻觉的观点，时间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真实的东西。爱因斯坦和贝索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通信和讨论，他们的分歧折射出了时间哲学的核心争议。爱因斯坦倾向于永恒主义，认为时间的流逝是一种幻觉，过去、现在、未来同等真实。贝索倾向于现在主义，坚持时间是真实的，现在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这场讨论至今没有定论，但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也对时间的本质感到困惑。也许答案不在物理学中，而在我们的大脑中。神经科学家对时间感知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表明，大脑并不是被动地记录时间流逝，而是主动地构建时间体验。我们的大脑通过整合各种感官信息、运动反馈和记忆片段，创造出时间在流逝的主观感受。有趣的是，大脑对现在的感知有一个有趣的特征：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在某个精确的瞬间捕捉此刻，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整合信息，创造出一个心理现在。这个心理现在大约持续半秒到几秒不等，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各种事件被大脑整合为同一个此刻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感知到连续的声音、流畅的音乐、协调的动作，它们被大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此刻体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使物理学意义上的现在是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我们主观感知的现在却是一个延展的心理结构。我们的大脑将一段时间内的信息编织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此刻的幻觉。这个发现对现在主义和永恒主义都有影响。对于现在主义，它暗示我们的时间感知是主动构建的，而不是被动的记录。现在不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瞬间，而是一个心理建构。
对于永恒主义，它提供了一种解释时间流逝感的方式。也许我们的大脑沿着时空块移动，将不同的时刻体验为连续的此刻。除了现在主义和永恒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调和性的观点，叫做动态时间理论或持续论 （Perdurantism）。持续论认为，物体并不是在时间中持续存在，而是在时空中拥有一个完整的四维存在。一个物体在时间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有一个对应的时间片 （temporal part）。这些时间片共同构成了物体在四维时空中的完整轨迹。这与永恒主义有相似之处，都认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事物同等真实地存在于时空中。但持续论与永恒主义有一个关键区别：持续论强调物体是不断变化的。虽然物体在时空中有一个完整的四维轨迹，但物体本身是动态的，它在每一个时刻都经历着变化。另一个相关的观点叫做持续论 （Endurantism）。他认为物体在时间中是持续存在的，物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每一个时刻都完整地存在着，而不是被分解为多个时间片。这两种观点构成了时间哲学的另一场重要争论。时间哲学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物理学和神经科学，还关系到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自由意志。如果过去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的选择还有意义吗？如果未来是已经存在的，那我们还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这些问题触及了时间与人类存在关系的核心。一些哲学家认为，只有现在主义才能为自由意志提供空间。如果过去和未来同等真实，那我们的选择就只是沿着已经写好的剧本表演。如果只有现在是真实的，我们才能真正的创造未来。但另一些哲学家指出，即使过去和未来同等真实，我们的体验和选择仍然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即使未来的某个状态已经存在，但我们仍然要经历到达那个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的选择、行动、挣扎，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当你思考时间本质的时候，你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存在性问题。你的直觉告诉你，此刻是真实的，过去已经消逝，未来尚未到来。但爱因斯坦告诉你，时间只是幻觉，过去、现在、未来同等真实。神经科学家告诉你，你感知到的现在只是大脑的建构。这些观点各有道理，也各有困难。也许真相介于它们之间。当你感受着时间的流逝时，也许你可以同时接受几种观点。你的现在是真实的，在这个瞬间，你有呼吸，有心跳，有意识。你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真实的，不可替代的。你的过去是存在的，它塑造了现在的你，影响着你的每一个选择和感受。它虽然已经过去，但它仍然是你的一部分。你的未来是开放的，它虽然可能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但你仍然要经历到达它的过程。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在为你的未来增添新的可能性。时间是一个多面的存在，它既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框架，也是我们试图理解的对象。当我们理解了它的复杂性，也许我们就能够更加平和地面对它。量子世界里的时间迷局
薛定谔方程中的诡异时间，量子世界的时间悖论，我们已经知道，相对论重塑了时间的结构。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时间可以被拉伸、压缩、弯曲，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变得模糊，时间不再是牛顿想象中的绝对河流。但当我们深入到量子世界的微观尺度，我们会发现，时间展现出更加诡异、更加令人困惑的另一面。在这个尺度上，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位置，电子可以在时间上逆流，未来的事件可以影响过去的行为。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彻底挑战了我们对时间的所有经典理解，让我们一起踏入这个奇异的量子世界。量子叠加态，薛定谔的猫。要理解量子世界的时间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量子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叠加态。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测量之前，粒子并不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相反，它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的叠加中。这听起来不可思议，让我们用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来说明。薛定谔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只猫被关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盒子中还有一个放射性原子、一个毒气瓶和一把锤子。如果原子发生衰变，锤子就会落下，打破毒气瓶，猫就会死亡。如果原子不发生衰变，猫就活着。根据量子力学，在打开盒子进行测量之前，放射性原子处于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态，这意味着锤子同时处于落下和未落下的状态，毒气瓶同时处于破碎和未破碎的状态，而猫同时处于死亡和活着的状态。这只猫被称为薛定谔的猫，它既是死的又是活的，直到有人打开盒子进行观测。这个思想实验最初是用来嘲讽量子力学的荒谬结论，但后来的实验证明，量子叠加态确实是微观世界的真实特征。粒子确实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的叠加中。量子力学的时间对称性。现在让我们回到时间的问题。在经典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给了时间一个明确的方向，熵增加的方向。但在量子力学中，情况更加微妙。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薛定谔方程是时间对称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把时间倒转，让时间从 t 流向 t， 方程的形式不会改变。量子系统的演化在时间上是可逆的。如果我们拍摄一部量子过程的电影，然后倒放映给物理学家看，他无法判断这部电影是正放还是倒放。这是因为在量子力学的层面，事件可以向前发生，也可以向后发生。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量子过程是时间对称的，那量子世界的时间之箭从何而来？ CPT 对称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重要的物理原理 ——CPT 对称性。CPT 对称性指的是在同时进行电荷共轭4、宇称繁衍 p 和时间繁衍 t 三种变换后，物理定律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如果你把一个物理过程中的所有粒子换成它们的反粒子 c 变换，把空间坐标全部径向翻转 p 变换，
然后把时间倒转 t 变换，你将得到另一个可能的物理过程。CPT 对称性是量子场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但 CPT 对称性也暗示了时间繁衍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物理过程是可能的，那么它的时间繁衍版本也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在量子世界中，回到过去在理论上是允许的。惠勒·德维特方程，量子引力中的时间问题。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各自都成功地描述了宇宙的某个层面，但当它们被放在一起时，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描述量子引力的方程惠勒·德维特方程就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这个方程中，时间竟然消失了。惠勒·德维特方程是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结合的产物，它试图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描述引力，但当我们求解这个方程时，我们发现时间并没有出现在方程的核心结构中，这让物理学家们感到困惑。时间消失了，难道时间不是宇宙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是从某种更深层的结构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时间可能是某种涌现现象，类似于温度从分子运动中涌现。在微观层面，时间可能根本不存在，只有在更大的尺度上，时间才会作为一种有效的描述出现。这个观点仍然存在争议，但它为时间本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量子纠缠与时间。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最神奇的现象之一。当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后，它们之间就会建立一种超越空间的关联，无论它们相距多远，对一个粒子的测量会瞬间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这种影响是即时的，超越了光速的限制。爱因斯坦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他拒绝相信它的真实性。但后来的实验证明，量子纠缠确实是真实的。但这里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量子纠缠与时间有什么关系？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量子纠缠可能与时间的本质有关。在某些量子引力理论中，时间可能从量子纠缠中涌现。这个想法来自于所谓的 E2 等于 EP2 猜想。这个猜想认为，量子纠缠 EP2 和虫洞 E2 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时间和空间可能都源于量子纠缠。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尚未得到实验验证，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间的本质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更加基础。量子力学的各种解释。量子力学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解释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催生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哥本哈根解释、多世界解释、导航波理论、量子贝叶斯主义等等。每一种解释对时间的看法都略有不同。哥本哈根解释认为，测量行为会使量子叠加态坍缩，从多个可能的状态变为一个确定的实际状态。这个坍缩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为时间提供了一个方向。多世界解释则认为，每一次测量都会导致宇宙分裂，产生无数个平行的分支。在每个分支中，测量结果都是确定的，
所有这些分支都同等真实地存在着，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真实。导航波理论，也叫做波姆力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粒子有确定的位置，但受到导波的引导，这个导波可以在时间中向后传播，影响粒子的过去行为。这些不同的解释展示了量子力学与时间之间复杂的关系。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微观尺度上，时间可能与我们在宏观世界中体验到的完全不同。叠加态允许粒子同时处于多个时间状态，时间对称性允许过程在时间上反向发生。时间本身可能不是基本的存在，而是从更深层的结构中涌现。这些发现让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但也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新的谦卑。我们对时间的日常直觉，时间均匀流逝，只能向前流动，可能只是宏观世界的有效近似。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时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谦卑可能正是我们在面对时间本质时应该保持的态度。时间是什么？也许答案远超过我们目前的理解，但正是这种未知，让时间的探索变得如此迷人。你的大脑如何制造时间的幻觉？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鸿沟，1小时有多长？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回忆一下你度过的最漫长的一次等待，也许是在医院焦急地等待检查结果，也许是在机场延误的航班上，也许是在排队时感觉时间凝固。那段时间感觉有多长？现在回忆一下你最投入的一次体验，也许是沉浸在一部精彩的电影中，也许是专注于一项热爱的工作，也许是和朋友热烈的聊天。那段时间感觉有多快？如果你的感受与我描述的相似，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客观上相同长度的时间，主观上可以感觉完全不同。当你全神贯注沉浸在一段体验中时，2小时可能像5分钟一样飞逝；当你无聊等待、度日如年时，1分钟却像1小时那么漫长。这是怎么回事？答案在于，你的大脑其实一直在作弊，它从未忠实地记录真实的时间流逝，而是根据你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灵活地调节时间感知的速度。大脑的时间感知机制，要理解大脑如何感知时间，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大脑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器官。与视觉有视觉皮层，听觉有听觉皮层不同，大脑处理时间的方式是分散的、多区域的。那么，我们如何感知时间的流逝呢？神经科学家提出了多种机制来解释时间感知，其中最有趣的包括节律震荡理论认为，大脑通过计算内部神经活动的节律来感知时间。神经元以特定的频率震荡，这些震荡就像大脑的内部时钟。我们通过计数这些震荡来感知时间的流逝。这个理论有一个有趣的预测：如果内部时钟震荡加快，我们就会觉得时间过得更慢；如果震荡减慢，我们就会觉得时间过得更快。研究发现，当人们经历高肾上腺素状态，比如恐惧、兴奋或危险时，内部时钟确实会加速。这就是为什么在事故或危险时刻，人们事后回想时往往会高估事件持续的时间。
1秒钟的惊吓感觉可能像几秒钟那么长。注意闸门理论认为，时间感知取决于我们分配给时间的注意力。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某项活动时，分配给时间估计的注意力资源就会减少，导致低估时间流逝。这就是为什么沉浸于精彩体验时，时间会飞逝。相反，当我们无聊、等待或分心时，我们有更多的注意力资源用于估计时间，导致高估时间流逝。这就是为什么在无聊时，1分钟像1小时那么漫长。记忆压缩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主观时间与记忆的密度有关。在新鲜的体验中，大脑会产生更多的记忆片段。事后回忆时，更多记忆片段意味着更长的时间感知。这就是为什么童年时光感觉格外漫长，因为童年时我们经历了许多第一次，产生了大量新的记忆，而成年后生活变得重复和常规，新的记忆减少，时间也就加速了。大脑的时间预测，也许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大脑不仅记录时间，还会预测时间。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有一个专门的机制来预测事件的时间，这个机制被称为时间预期或时间预测。当你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时，你的大脑会自动预测下一个音符是什么，以及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当音乐按照你的预测进行时，你感觉一切正常；当音乐偏离你的预测时，你会感到不对，即使你无法明确指出哪里不对。这个预测机制有一个有趣的副作用，它会填补时间空白。当2个事件之间存在短暂的时间间隔时，你的大脑会自动填充这个间隔，创造出连续的时间感知。你以为自己经历了一个平滑的时间流，但实际上这个时间流中有很多空白被大脑事后填补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以为经历的时间可能有一半是大脑事后编造的。你的人生记忆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准确。时间感的个体差异，大脑的时间感知不仅因情境而异，还因人而异。研究发现，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有些人天生是时间膨胀者，他们倾向于高估时间流逝，总是觉得时间过得比实际慢。有些人天生是时间收缩者，他们倾向于低估时间流逝，总是觉得时间过得比实际快。这些差异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有关。有趣的是，冥想者的研究表明，长期冥想可以改变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冥想者往往报告说，他们的主观时间变慢了，这是因为冥想训练了大脑对当下时刻的关注，增强了对细微时间间隔的感知能力。还有研究发现，大脑中的时间感知区域与情绪调节区域高度重叠，这解释了为什么情绪状态会显著影响时间感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往往与时间变慢或变快的主观体验相关。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鸿沟。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我们感知时间的方式是主观的、不可靠的，那人类几千年来关于时间的所有哲学思考和科学理论，是否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幻觉之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一方面，主观时间确实与客观时间存在差异，
我们的时间感知受到注意力、情绪、记忆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不能作为精确测量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主观时间也有其价值，它反映了我们与时间的真实体验，揭示了时间与人类意识之间的深刻联系。更重要的是，主观时间的研究并没有否定客观时间的存在。物理学家仍然可以精确地测量时间流逝，设计出精确到每1年误差不超过1秒的原子钟。相对论的时间膨胀效应仍然是真实的、可测量的，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都是有效的，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补的。时间感知的可塑性，也许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时间感知是可以被训练的、可塑的。杂技演员和音乐家往往对时间的感知更加精确，他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精确的动作判断，仿佛拥有慢动作般的时间感知能力。研究发现，这种能力来自于他们大脑的长期训练。专业表演者的大脑在处理快速信息方面更加高效，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感官信息。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迷幻药物可以显著改变时间感知。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报告说，时间变得非常慢或停止，或者时间失去了线性的流动感。这些发现表明，时间感知不仅仅是被动的记录，还是主动的建构。大脑会根据当前的意识和生理状态，灵活地调整对时间的感知。你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你对时间的感知与实际时间并不完全吻合。也许你认为过去的1个小时实际上是45分钟，也许你认为过去的1分钟实际上是3分钟。这没关系，你的时间感知是你大脑的产物，它反映了你与这个世界的独特关系，它是你意识的窗口，让你能够体验时间的流逝、记忆的延展和生命的流动。当你下次感到时间飞逝或停滞时，你可以提醒自己，这只是大脑在调整时间感知。这并不意味着时间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认识可能会带来一种平和的心态，时间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我们感觉时间快还是慢，它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流逝。但我们可以学会与时间和谐相处，通过专注当下，减少分心，培养正念，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时间体验更加丰富，更加有意义。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如何使用它、体验它，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时间的终极追问，从莱布尼茨到量子引力，牛顿与莱布尼茨的时空之争，在科学史上，关于时间本质的争论从未停止。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就时间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哲学辩论。牛顿认为，时间是宇宙的绝对容器，独立于任何物质和观察者而存在。他说，绝对时间、绝对空间自有其数学上的存在，与任何外在事物无关。在牛顿的图景中，时间像一条笔直的河流，在宇宙的舞台上静静流淌，它不因任何事物而改变，不受任何力量左右。宇宙中的所有事件都在这个绝对时间的框架中被标注和排序。莱布尼茨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物体之间关系的描述。他说，时间
是一系列事件按先后顺序排列的序列，没有物体就没有时间。在莱布尼茨的图景中，时间依赖于事件，依赖于变化，依赖于关系。如果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在变化，时间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两种观点代表了时间哲学的两个极端。牛顿的实体论认为，时间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莱布尼茨的关系论认为，时间只是关系的表现形式。爱因斯坦的综合，200多年后，爱因斯坦用相对论综合了这两种观点。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分离的、绝对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四维时空。时空的几何结构受到质量和能量的影响，发生了弯曲。这个图景既不是牛顿的绝对时空，也不是莱布尼茨的关系时空，而是更复杂的东西。一方面，时空仍然是一种结构，它可以被弯曲，可以被影响；另一方面，时空又依赖于物质和能量的分布，没有质量就没有时空的曲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讨论时间而不讨论空间，就像讨论温度而不讨论分子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意义的近似，但在更深的层面上是误导。当代物理学的挑战，进入21世纪，物理学家面临着更根本的问题。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们在根本层面上是不相容的。广义相对论将引力理解为时空的弯曲，但当试图将量子力学应用到时空本身时，我们遇到了困难。在非常小的尺度上，普朗克尺度大约是10的-35次方米，时空的性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导致了量子引力问题的出现。如何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许多量子引力理论，包括弦论、圈量子引力、因果集合论，都提出了对时间本质的激进重新思考。圈量子引力认为，时空在基本层面上是量子化的，它不是连续的，而是由离散的原子组成的。这些时空原子编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感知到的连续时空。在这种图景中，时间可能不是基本的，而是从这些离散结构中涌现出来的。弦论提出了更高维度的宇宙图景。在弦论中，我们熟悉的4维时空只是10维或11维宇宙的一个投影。在这些额外的维度中，时间可能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因果集合论认为，宇宙的基本构成要素不是点或弦，而是事件及其因果关系。时间从这些因果关系中涌现，而不是预先存在的框架。这些理论都还在发展中，没有一个得到实验验证，但它们展示了一个可能性：时间的本质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时间的涌现，涌现是当代物理学和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涌现指的是复杂系统表现出其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属性。温度是一个经典的涌现现象，单分子没有温度，但亿万个分子的运动可以用温度来描述。温度从分子运动中涌现，而不是分子由温度构成。时间可能是另一种涌现现象。如果时间是从更深层的物理实在中涌现的，那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在基本层面上，时间可能不存在。
时空可能是某种更基本结构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基本构成要素。其次，我们感知到的连续时间可能是一种近似，在微观尺度上，时间可能是离散的、不连续的。第三，变化和因果可能需要被重新思考。如果时间不是基本的，那之前和之后的概念从何而来？这些问题触及了物理学和哲学的最前沿，至今没有确定的答案。惠勒的追问，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有量子？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是：为什么有时间？惠勒认为，宇宙的基本问题不是事物是什么，而是问题是什么。在提出正确的问题之前，我们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关于时间，我们可能还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们问时间是什么，但也许我们应该问时间做什么。我们问时间是真实的吗？但也许我们应该问时间对谁来说是真实的。这些问题的转换可能会带来新的洞见。在哲学中，时间问题有丰富的形而上学传统。绝对主义认为，时间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类似于牛顿的绝对时空。关系主义认为，时间只是物体之间关系的描述，类似于莱布尼茨的观点。Presentism 认为，只有现在是真实的，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Eternalism 认为，所有时刻同等真实。Growing Block Theory 认为，过去是固定的，未来还不存在，但现在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边界。每一种观点都有其优点和困难，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完美地解释我们关于时间的所有直觉和经验。也许真正的时间理论需要综合多种观点的优势。时间既是实体，也是关系，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既是固定的，也是流动的。这种复杂性可能正是时间作为宇宙基本特征的表现。从困惑到敬畏，虽然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睡着，如果没睡着，请公屏回复1，我看看谁还在坚持。书回正题，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旅程，从牛顿的绝对时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从熵增定律的时间之箭到量子世界的诡异时间，从快宇宙论的永恒主义到大脑制造的时间幻觉。人类对时间的探索就是一部认知不断被颠覆的史诗。每一个时代都以为自己理解了时间的本质，却发现时间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牛顿认为时间是一条均匀的河流，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这条河流可以被拉伸，可以被弯曲。经典物理认为时间有明确的方向，量子力学却暗示，在微观尺度上，时间可以双向流动。我们以为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神经科学却告诉我们，时间感知是大脑的主动建构。我们以为时间是宇宙的基本组成部分，量子引力理论却暗示，时间可能是从更基本的结构中涌现的。这种持续的困惑应该让我们感到谦卑。时间是什么？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人类认知的局限。也许时间的本质超出了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但这种困惑也应该让我们感到敬畏。面对如此深奥的秘密，我们没有放弃探索，我们用理性，用实验，用想象，
一步步接近时间的真相。每一次对时间本质的重新理解，都带来了技术的飞跃和文明的进步。对时间的理解直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古代人类通过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季节的更替变换，学会了测量时间、记录时间。这些时间测量让我们能够安排农耕、祭祀、贸易，奠定了文明的基础。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让人类能够精确地预测天体的运动。航海家们凭借牛顿力学，在茫茫大海上确定自己的位置，开拓了全球贸易和殖民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是理论物理学的巅峰，更带来了实际的技术革命。GPS 卫星需要每天校准约38微秒，才能确保全球定位的精确度。如果没有相对论，你的手机导航会在1天之内偏差数公里。量子力学的时间观为量子计算机奠定了理论基础。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叠加态和量子纠缠，挑战了经典计算的极限，预示着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每一次对时间的重新理解，都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创造了新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展望未来，时间的研究将把我们带向何方？量子引力理论、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终极理论，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它可能告诉我们，时间不是基本的，而是涌现的；时间可能不是连续的，而是离散的；时间可能不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时间旅行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可能在理论上变得更加可能。虫洞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穿越时空的理论框架。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实际构建虫洞，但理论物理学家正在认真探讨它的可能性。也许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答案，也许时间的本质永远是一个谜，因为正是这种未知，让时间变得珍贵。如果时间是无限的、可逆的、可重复的，那每一个瞬间就不会那么宝贵。正因为时间有限，正因为它不可逆转，正因为它一去不返，我们才如此珍视每一个当下。时间流逝，但你的体验是真实的，这就是时间的本质。它既是限制，也是自由；既是消逝，也是永恒。也许时间的本质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理解，但正是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让时间的追问变得如此迷人。也许这就是时间的意义，不是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是给我们一个探索的方向。当你闭上眼睛准备入睡的时候，请带着这份好奇和敬畏。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新的时间，用它去体验、去感受、去创造。这就是时间赋予我们的礼物。晚安。